医生，请问凡士林会堵塞毛孔，请问应该如何人工代谢掉呢？凡士林堵塞毛孔这件事情，其实不只是凡士林会堵塞，我们很多像皮质管丝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所谓的角质酸啊，它其实是油跟水跟角质堵在那里。那你知道要溶油跟水跟角质干掉的油跟水跟角质，我们就叫病人去跑步啊，去运动啊。后来发现最好的方法还是用油，用油去溶油哦，比你用果酸、用 A 酸都安全多了。那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安全的油？焖汁。你不知道什么是安全的油，焖汁，然后监测，我们帮你看一看你的皮肤有没有因此变化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安全的油。医生，那如果脸部很油，还可以用凡士林吗？脸部很油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用不用凡士林，你要去思考是为什么脸部很油。很多美容界都会说人分皮肤分油性、中性跟干性。其实你想想看，人的血压都在同样的境界，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性？它其实中性偏油、中性偏干跟中性，对吧？那只要你好好的让你自己的油跟水出来，能够乳化掉你的油，其实你没有很多油，你那个塞住的油是废油。请你好好的保持皮肤的通畅，你的皮肤就会变得比较健康。能不能用凡士林？不要用凡士林，请你用安全的油。医生，请问第一代 A 酸以后上凡士林可以吗？还是要再擦一层乳液呢？你要想想看，你为什么要擦 A 酸？你要擦 A 酸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溶解角质酸吗？对不对？然后你溶解了角质酸，然后再擦凡士林去塞它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你要不要擦凡士林，是为什么你要用 A 酸？那用了 A 酸当然会有刺激，刺激以后你就擦乳液。那擦乳液当然要擦安全的，不要再塞毛孔嘛。那你知道什么东西安全用嘛？不知道什么东西安全用完监测嘛？这个不是很简单吗？你就可以很亲眼看到它有没有塞你的毛孔啊。医生，有日本医生建议用米曲加水做保湿很好。那请问在凡士林之前，要先把脸留一点水分在脸上，再抹凡士林吗？好，不要再谈凡士林了，我们先谈米曲加水好了。就是第一个，我们所谓的保湿其实是先湿润后锁水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，你用乳液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有湿润锁水；用安全乳液，你就达到所有的结果。第二个，如果你实在是干得不得了，你要用水，任何水其实不一定米曲，米曲里头有一些像那个酸类的东西哦，它可以让你的角质溶解比较多。那这个方法可以，可是重点不是米曲加水，好吗？重点是后面的锁水。所以安全的乳液对你来说才是安全的，然后才是有效的，才是锁水。那至于什么是安全乳液，好，讲完了，不要再讲。医生，如果不要用凡士林，婴儿油会不会好一些呢？凡士林是一种矿物油，婴儿油大部分也是一种矿物油。然后各位纠结着凡士林，纠结婴儿油，其实所有东西都来自剂量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吃了凡士林，吃少你一样会把它拉出来，不会中毒；吃多你一样会塞肚子，对不对？那所以重点是你到底用了多少东西，你到底用了什么东西，会不会塞毛孔？你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肌肤监测一次？你用 A 会不会塞毛孔？你用 B 会不会塞毛孔？所以你要纠结用凡士林、用马油、用婴儿油，哇，你有好多东西问不完。我还听过有玫瑰籽油嘞。医生，请问纯马油是不是比较好呢？好了，这个厂商一定会骂我。第一个，这世上真的有纯马油吗？你有那么多马可以杀吗？好，第二个，就算你有纯马油，想象一下你的猪油放那么久都会臭掉，马油从北海道从俄罗斯运过来，它不会臭掉吗？所以如果你去看成分表，到底是纯马油还不是马油？回到不管它是不是纯马油，反正任何东西，包括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玫瑰籽油，包括还有人跟我讲那个中国大陆的国花牡丹花油这样。不管什么油，你擦了以后，如果会塞毛孔就是坏的，如果不会塞毛孔就是好的。那你知道它会不会塞毛孔吗？不知道，拍图好吗？请你显微照相追踪比对，你就知道它会不会塞毛孔。医生，我用橄榄油都长痘痘耶。这是一个好问题。我们在做肌肤监测过程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大家都说橄榄油会长痘，我们也相信哈。然后可是你在肌肤监测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其实是库存的概念。我们这样说啊，如果橄榄油会促进青春痘长，我们的病人理论上用橄榄油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、4个月、5个月，他的青春痘越来越多。可是因为它是一个库存的概念，也就是橄榄油其实是溶解了它原来的角质酸，然后最后帮助它的粉质清除。所以如果你去看橄榄油的病人，他的病人会一直长青春痘，然后变好，然后长青春痘变好，长青春痘变好，最后他就没有青春痘了。所以基本上橄榄油在我们肌肤监测跟我们现实里头，我们都发现它有一个很好的效果，就是它可以溶解我们的角质酸，然后帮助我们角质酸排除。然后过程中你可能会有一些排异现象，不过不要紧张，你只要好肌肤监测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保驾平安。你看我们这么认真给你看的这么多的证据，对吧？然后相信你对皮肤的显微证据、皮肤的科学照顾应该更有经验。那欢迎您点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舒肤机械脚药室，然后把它介绍给你更多的朋友。好，我是摩羯座的皮肤科医师，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凤医师，我们下次见。